可惜了，一直是吃苦儿做警察的料。我叫辛小峰，明面上是个奋不顾身的协警，背地里却是背负灭门惨案的罪犯。7年前福建西陇的那宗灭门大案，就像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，长久地笼罩着我。当时我们3个年轻人因为一时的冲动和贪婪，犯下了无法挽回的罪行，那一家5口都在我们的手中失去了生命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成了被通缉的逃犯，被良心谴责的罪人。作案后，我养成了个怪癖，每次抽烟都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捻灭烟头，我怕留下指纹，怕秘密被人发现。这习惯就像紧箍咒，时刻提醒着我曾犯下的滔天罪行。7年来，我们都在努力伪装，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而我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协警，每次行动都冲在最前，想着多抓一点罪犯，就能多赎一点罪。你没事吧？快放人！都散！老杨开出租车，默默穿梭在城市街巷。老陈因意外变傻，带着我们捡来的女孩尾巴，在渔场相依为命。尾巴其实是我们当初犯下那桩惨案中受害者的遗骨。我们在绝望与愧疚中，出于本能收养了襁褓中的他。他就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们黑暗的生活。我们3个大男人拼了命的想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直到一队的出现，他就像一把锐利的剑，轻易地划破了我们伪装的平静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你们都是协警吗？李武春，新来警长。日后各位要跟着我，辛苦了。你哪儿的？西陇，我从那边调过来。他的眼神锐利得如同猎鹰，仿佛能看穿我伪装的表象，直抵我内心深处那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记得有一次执行任务，我顺着一队的目光看向旁边的出租车，一队只看了一眼，那双锐利的眼睛就捕捉到了异常，眼神瞬间凌厉起来。我察觉到不对劲，赶紧把出租车别了下来。看到一队拔枪的那一刻，我惊呆了，他太厉害了，远超我此前遇到的所有警察。让我们下车。别动！别动！来人！报道！出发！别动！事情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，那辆车上藏着嫌犯和手枪。就一眼，你就敢拔枪？还不一样。这次行动让我更加害怕一队，他的敏锐和果断让我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暴露。还有一次，老杨告诉我他深夜开出租时遭到打劫，幸好被巡逻的一队发现。一队用手电挨个照了车里的人，我能感觉到老杨的紧张。开啊！虽然最后老杨成功逃脱，但这件事让我们都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。我看他警察的眼睛挺重的。我害怕事情暴露，和老杨在郊外找了个公寓搬了出去。我想过辞职，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。这要是直接不好就辞了，这要是辞了，这姓一的也不能把你怎么着。那天我拿着辞职信去找一队，却正好撞见他在气头上，把文件摔在地上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犹豫了，最终没有说出辞职的话。之后的一次任务改变了一切。我在执行任务时，不小心掉到水下暗洞，脚被钢筋卡住，动弹不得，水不断地灌进我的口鼻，我以为自己就要死在那里了。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一队跳进水里，拼命拧开钢筋，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在被救的那一刻，我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激，这份感激却如同一把双刃剑，将我的内心搅得更加矛盾。辞职的念头在心底徘徊许久，经历了这件事，我才明白，这一切皆是命运的安排，我无处可逃。我开始相信，或许只有在这看似安稳的工作中，才能稍稍减轻内心的负罪感。命运的巨轮滚滚向前，但他似乎觉得对我的捉弄还远远不够。一队在一次闲聊中突然提起当年的强奸杀人惨案，我瞬间慌了神，吓得表情僵住，差点开车掉下悬崖。爷，我心里发慌，下意识用手指磨灭香烟。一队就坐在对面，我的这个动作显然没逃过他的眼睛。我知道一队开始怀疑我了，因为只有罪犯才会有这种习惯。
然后他开始在我面前提起案件细节，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，双唇紧抿，眼神下意识闪躲，额头上也微微沁出些密汗珠。他那锐利如鹰隼的目光，仿佛能穿透我的躯壳，直抵内心深处。作案人手段残忍，是心智过人。那对夫妻的脑颅都被打碎了，现场却几乎提取不到一个指纹。唯一的疏漏是女孩身上的吊坠，有人在上面摸了一下。我竭力保持着表面的镇定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像是在聚光灯下无处遁形，内心深处恐惧如汹涌潮水般将我吞没。我不断在心底嘶吼，害怕一队已经掌握了那半枚玉佩的线索，只是不动声色地等待着，在最致命的时刻将我彻底曝光。当天有人在水库边看见3个小青年，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，还有人说是同性恋，但我认为完全扯淡。怎么了？同性恋会强奸女孩吗？这案子就悬在那儿了。我师傅跟他们产生了分歧，案子走到弯路上。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天谴。或许哪天冥冥之中，老天爷突然给了你一个机会。天谴，老天爷是要借着一队的手把我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吗？也许世上真的有一队所说的天谴。那天老杨也遇到了麻烦。那天我走进屋子，看到老杨躺在床上，腹部缠着厚厚的纱布，上面渗透出大片血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杨为了救一个女孩，被走投无路的劫匪砍伤。我们不能去医院，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痛苦。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，尾巴突然生病，浑身抽筋，被送到了医院。当我拿到尾巴的诊断书时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。尾巴患了重病，如果不做手术，他可能活不过1年。可我们只是一个协警和一个出租车司机，短时间内根本凑不出那5万块的手术费。就在我们绝望的时候，命运又跟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一队带着他的妹妹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而他妹妹正是老杨之前救下的那个女人。哥，这我跟你说那的哥，追劫匪的那个的哥。一队审视着老杨，老杨也盯着一队，他们瞬间都认出了对方，但都装作不认识。刚那个是你堂哥还是表哥？啊，都不是，我们从小一块长大。鱼排上那个呢？也是。3兄弟啊。当年目击者发现的正是3个青年，一队没有再多说什么，但那一刻我知道一队对我们的怀疑更深了。后来队里执行一次抓捕行动，看着钞票乱飞的场面，我心里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我想拿那些钱给尾巴治病。但回到单位，一队跟我讲了其中的利弊。我很喜欢法律，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。你知道什么是人吗？在我眼里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组合，就是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好，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，没有对错，这就是人。所以说，法律特别可爱，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儿，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。它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，想想可以，但做出来不行。我沉默了，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愚蠢，但为了尾巴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。有意思吗？你怎么看？是我拿的。最终我还是坦白多出来的钱是我拿的。我以为自己会被处分，可一队却帮我补上了空缺。我们一样出生入死，你的工资也就是我的1/5。你去吧。他的举动让我大为感动，也更加愧疚。从一队办公室出来，我心中猛地一惊，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，意识到自己在他桌上留下了指纹。回想起一队那不动声色的神情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该不会……果然，一队偷偷收起了我的指纹。幸好我一直有磨损指纹的习惯，但愿不会被发现什么破绽。但我心里清楚，我们的秘密很快就要藏不住了。若任由事态这般发展，暴露只是迟早的事。我必须尽快想个办法误导一队。我想起之前曾救过一位台湾设计师，为了彻底摆脱嫌疑，我一咬牙做出了违背纲常伦理的决定。我开始主动接近他，刻意营造出我们是同性恋的假象。为了让一队察觉到异样，我特意挑了个一队在办公室的时间，
在他办公室窗下一同开车外出。果不其然，一队很快就留意到了我们，开始跟踪。与设计师约会的每一刻，我都深感煎熬。当他的脸逐渐靠近，我内心的抗拒如潮水般翻涌。可以想到，这是让一队彻底相信我是同性恋的唯一办法。我只能强忍着不适，更加卖力地投入这场吻戏。每一秒的接触都是烈火灼烧着我的灵魂。可我知道，为了那不能言说的秘密，我必须咬牙坚持。第二天，一队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一开口就点名他发现了我们同性恋的事。我佯装无奈，顺着他的话坦白。为了彻底打消一队对我们3人的疑虑，我称我们3人从中学起就有了这种取向。其实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我呢，我可以尊重你的那个取向。看着一队逐渐相信的眼神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只盼着谎言能让我们逃过一劫，把秘密永远深埋。从这以后，一队似乎不再怀疑我们。正当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老杨告诉我，一队的妹妹一直对他很有好感，两人相处中，感情也在不知不觉间持续升温。而且他也发现了老杨并非同性恋，并且老杨胸前的老虎纹身也暴露给了他。那一刻，我明白我们的秘密再也无法隐藏。正当我思考着下一步时，局里紧急下达新任务：2个毒贩在双子大厦作案。追捕过程中，一队不慎从天桥滑落，悬在半空。我紧紧拉住他的手，心乱如麻。一队看着我，郑重地说：“你们3个去自首吧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猛地一颤，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。他究竟是怎么发现的？他不是觉得我们是同性恋吗？难不成是一队的妹妹把老杨胸前纹身的秘密泄露出去了？来不及过多思考，放手！一丝侥幸心理在心底悄然滋生。只要我现在松手，真的就能逃过这一劫，往后便能摆脱这如影随形的噩梦，重新开始生活吗？可当目光触及险境中的人，那一丝侥幸瞬间被碾碎，我怎能见死不救？我做不到啊！即便双手沾满罪孽，心底那点良知尚存。你们3个这动刀动枪干什么？我他妈来放我！特警及时赶到，我们最终脱离了危险。他向我透露，在我们所住的公寓里发现了房东安装的窃听器，顺着电扇上露出的窃听器电线，他找到了房东的房间，看到了整套窃听设备。当拧开开关，我和老杨之前的对话便传了出来。那一刻，他洞悉了一切。真的不是一般人，就看一眼就敢拔枪的，那样直接咵就死了。那个姓伊的真像是那家人家的这人就是……哎，我看那俩杀手了，在双子大厦。好，等我啊，马上来。我知道所有的伪装、挣扎与逃亡都将在此刻落下帷幕，一切都彻底结束了。对不起，小子，继续怎么做？这些年，我一直活在愧疚与恐惧之中。我深知自己犯下的罪孽不可饶恕。一队作为警察，他只是在履行职责。没什么对不起了，罪和错，每个人心里都有。我会让小夏晚上把尾巴接过来，后面的手术我会安排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尾巴的手术有了着落，这是我最后的牵挂。干嘛呢？这7年来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我一直等待着被抓的这一天，好结束这漫长的折磨。我渴望得到救赎，如今这一刻终于来临，我竟感到一丝解脱。太煎熬。其实我们都在等这一天。紧接着，我鼓起勇气问出：“你会收养尾巴？”尾巴是我们在黑暗中唯一的光，我害怕它孤苦无依。如果一队能收养它，我便能安心许多。假如你愿意的话，求你帮个忙，你不要跟尾巴再提我了，让他尽早把我们忘掉，越早越好。我不想让尾巴知道我们的罪行，不想他因为我们而遭受异样的眼光，更不想他的人生被我们的过去所束缚。我只希望他能忘却这一切，在一队的呵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拥有一个全新的美好的未来。行刑前，一队来监狱探望我，他看着我，语气中满是惋惜。可惜了，你却是这块做警察的料。我何尝不知道自己有做警察的能力，可命运弄人，却成了罪犯。为了把我往沟里带，你宁愿豁出去做 gay，
其实你已经成功了，这么缜密的心思和勇气，真他妈可惜。心思和勇气算是了，但为我自己不会，永远不会。从7年前犯下罪孽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再为自己而活，满心都是赎罪和守护尾巴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了自己能逃脱惩罚，只是想给尾巴争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跟你没机会见面了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们应该算是好爸爸。尾巴原来总是追着我们问：“你们是好爸爸吗？你们是好爸爸吗？”我们总是回避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，我们是好爸爸。别问头，有些事儿烂肚子里，或许更有意义。青发室里，灯光惨白的刺眼。我侧过头，看见老杨躺在旁边的躺椅上，他的眼神里同样有着解脱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不想再提起那些不堪的过往，不想让尾巴未来的生活被我们的罪孽蒙上阴影。如今，这7年如炼狱般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，我仿佛看到了尾巴在一个温暖的地方，健康快乐地成长着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我闭上双眼，任由黑暗将我吞噬。终于，我可以安息了。